你玩过跑跑卡丁车吗？这个游戏一度红遍台湾大街小巷，是许多7、8年级生的集体回忆。没有想到，最近官方却突然宣布即将正式结束在台湾营运，让许多网友留言表了不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即将跟台湾说再见的跑跑卡丁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跟我差不多年纪，在30岁上下的台湾人，对于跑跑卡丁车这几个字应该不陌生。这个赛车游戏曾经在台湾红极一时，红到当时进网咖就会看到一排排荧幕上面几乎都是玩跑跑的画面。而且呢，大至银发族，小至国小生都有人在玩，甚至还有人从读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玩了。所以很多网友都说，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台车就是尖峰 G3，还有舒适 SR 等等跑跑的经典车款。那在今年的10月初，台湾知名玩家豹哥在韩国职业联赛拿下总冠军的消息登上了新闻版面之后，又引起了一波回杀，让许多人回去下载游戏重温。而台湾官方还特别推出了免费的豹哥冠军永久车来庆祝。但没有想到，就在1个月之后，官方却突然宣布要在明年初正式结束跑跑卡丁车在台湾的营运，让许多人感到错愕。也有玩家呢抗议才刚出的冠军永久车寿命直接变3个月。还有很多的网友则是表示，虽然很久没玩了，但看到童年回忆走到尾声，还是让人蛮不舍的。那今天我们就会带大家一起回顾跑跑卡丁车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看漫画、条漫或轻小说吗？那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干爹漫画电子书平台 BookWalker， 里面的作品类型多元、数量庞大、更新也超快，而且全部都是正版授权。佛心的是，只要1个账号就能够用7个装置阅读。最近更推出超狂优惠，要来回馈大家。首先是双11档期的全馆限时大折扣，此外注册会员还有50元优惠券，跟首次购物全面79折的优惠。最近热门的动画化作品，像是《链锯人》、《间谍++9》等等，也都上架了。趁这波3重优惠入口，整个超划算。而且 BookWalker 还规划了国人原创书展、台湾原创漫画，通通7.9折起。买书再送独家的插画特点。想要支持台湾作品，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另外，积极观众还有专属的100元商品抵用券，现在就点击资讯的连结，带着优惠去 BookWalker 逛逛吧。11月1号，由游戏橘子代理的跑跑卡丁车在官方粉专上面发布结束营运公告，表示由于跟韩国原厂的营运合约即将到期，届满之后将不再续约，因此要沉痛的宣布跟台湾玩家告别。那从11月1号当晚开始，跑跑卡丁车就不开放注册新账号了，而原有玩家则可以继续登入游玩，直到明年的1月31号，官方会正式关闭台湾伺服器。那到了那时呢，跑跑卡丁车就只剩下韩国跟中国的伺服器了。而公告一出呢，让一大票网友都感到震惊跟不舍，感叹童年回忆要不见了。不过许多长久以来的老玩家却表示完全不意外，因为跑跑的人气已经低迷好几年了，只剩下一些死忠玩家在撑，氪金量恐怕是根本不够支撑整个游戏的营运。他们还说，近几年来呢，就算在晚上的尖峰时段登入游戏，在线人数也常常连300人都不到，真的超级冷清，跟全盛时期天天塞车的状况完全不能比。那全盛时期的跑跑卡丁车到底有多红呢？跑跑卡丁车是韩国游戏公司 Nexon 在2004年推出的，是 Nexon 另外一款热门游戏爆爆网的延伸作品。那跑跑在一推出之后呢，就马上在韩国爆红哦，1年内10名注册的玩家人数就逼近了当时韩国总人口的1/3。后来跑跑也先后在9个国家营运过，包含了台湾，也在2007年正式开服。而 Nexon 官方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台湾注册过的玩家人数就占了台湾总人口的45%。而跑跑在台湾最红的时期呢，大约是2009到2012年间，那个时候总在线人数时不时就上万，而每到晚上时段，很多频道都是随便排随便满，常常呢要等好一阵子才能够进去玩。那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台湾游戏市场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刚好碰上了台湾电竞职业化。2008年台湾电子竞技联盟成立，并首度在台举办职业电竞赛事，而跑跑正是比赛项目之一。而且之后几年呢
赛事更扩大举办，除了常规的职业联赛之外，还出现了台韩交流赛、开放业余玩家参赛的甲组联赛、1年1度的台湾 Open 公开赛，以及大大小小的校园杯哦。而跑跑也几乎都是比赛的项目之一。再加上2009年开始职业电竞在电视上面转播，后来也固定每周末播出，让热潮更一发不可收拾。到了2011年，职业竞赛的总冠军赛收视率甚至超过了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赛。不过除了这些背景之外哦，跑跑游戏本身提供的乐趣也是吸引玩家的一大原因。跑跑沿用了爆爆王的困宝、南、阿肥等等的经典角色，所以一开始就吸引到了不少爆爆王的玩家。再加上游戏本身免费哦，以及不难理解、观赏性很高的特质，后续又吸引了很多收看电视转播的人。同时在玩法操作上面呢，跑跑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挑战性跟技术细节。基本上跑跑的玩法就是透过操作角色来驾驶赛车，并且呢靠着累积氮气量来加速。游戏模式呢以竞速为主，每4周会有1季排位赛，但也有故事模式跟道具厮杀赛。而且除了单人游玩以外，跑跑也有提供团赛选择，玩家可以自建车队，呼朋引伴一起打比赛。有网友表示呢，这套车队系统不仅让玩法更多样，玩家之间还会建立起战友情谊，让玩家的粘着度更高了。而此外，驾照分级制度也是跑跑的一大特色哦。每个新玩家呢，在创角色的时候都要经过测试，才能够拿到初级驾照，累积一定经验值之后，才能够考更高级的驾照。而驾照越高级，越能够进入难度更高的频道，解锁更多不同主题的赛道地图，一共有上百张地图，包含了经典的沙漠金字塔、城镇、高速公路，还有冰河啊，或是太空系列等等。而且这些地图也都有难易之分，也有各自的难关需要练习，像是森林法夹湾的9弯18拐，或是这个反向城镇运河的一大堆障碍物等等。所以很多人在打排位赛之前，都会去练图练到熟才去比赛。那除了这些之外，说到跑跑卡丁车，更不得不提的是各式各样的车种，还有赛车技巧。跑跑推出过的车种多到数不清哦，技能呢也都各有特色，像是尖峰就是过弯速度快，合金呢则是防撞力高等等。正规车每隔一阵子还会推出新的一代，并加上新特色，比如许多玩家心中的经典舒适 SR 呢，就搭载了变形加速器，甚至还能够另外再改装来提升车子各种方面的性能。那玩家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地图去挑选最适合的车种。如果是组车队的话呢，不同性能的车种配置也是一大战略。而另外在实际游玩的驾车技巧也非常的多，基本的呢就像是让自己不要开出赛道的抓地能力，驾驶过程当中的加速啊、入弯、飞跃方式等等。那当然还有跑跑最具特色的甩尾漂移技巧，光是漂移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指法技巧可以练，比如像是拖漂啊、点漂、最佳化漂移、段位漂移等等等。这些技巧使出来呢，就可以增加集气量，所以呢就会看到很多玩家即使在直线的道路也要甩尾。而此外，跑跑也有香蕉皮啊、磁铁、水蚊子等等的道具，可以在道具赛当中陷害对手，或是反过来被陷害。而且呢，在这个单纯的竞速模式当中，也有各种对抗技巧，像是抓准时机停车、撞车呢，来挡住对方的路线，消耗对方的集气量等等。而跑跑里面设计的这些挑战跟技巧哦，也都要花许多的时间精力才能够熟悉，也因此很多玩家投入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相关的社群讨论也都非常热烈。不过在几年的热潮过去之后，随着一批批的新游戏上市，跑跑的人气还是渐渐下滑了。随着游戏市场越来越蓬勃，选择越来越多元，2013年左右，在一些论坛上面已经可以看到不少玩家表示，玩跑跑的人数感觉越变越少了。而隔年，台湾电子竞技联盟更宣布要让跑跑退出职业赛事，并表示未来会更积极的寻找符合社群期待、不限装置与平台的游戏项目，变相印证了跑跑人气下滑的情形。而在这之后呢，职业电竞队伍纷纷解散旗下的跑跑团队，而许多没了舞台的职业选手则就此退役，或是跑去玩其他的游戏，跑跑玩家流失的速度也更快了。到了近2-3年，有老玩家表示，跑跑的人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在线人数动辄上万的光景赛，变成往往只有200-300人。但就在跑跑去职业化、人气大幅下滑的时候，却有一名原本的职业玩家开始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
豹哥 Neo 这号人物可以说是台湾跑跑圈的传奇人物。他在2007年跑跑刚登台的时候就开始玩了，而且那时候他才9岁。到了13岁那年，他就以业余之姿拿下了台湾 Open 的冠军，以及甲组联赛的4连冠。2013年，他正式加入台湾职业队华裔 Spider 之后，也多次蝉联职业联赛的冠军。甚至到了后来，他因为在台湾包办了太多冠军，所以宣布不再参加中小型赛事，转而自己主办一些比赛，并以评审的身份参与。那在跑跑去职业化之后呢，他先把重心放回到课业，但也一边做游戏实况。直到2019年，他代表台湾战队去参加韩国举办的世界大赛时，靠着优异的表现，助队伍获得了团体亚军，也吸引到了韩国职业队伍的注目。豹哥在完成学业还有兵役之后，就在今年加入了韩国的跑跑职业队，然后他就拿下了韩国的总冠军，成为韩职史上首位外籍冠军，也是第一位出道即夺冠的选手。在10月1号的总决赛上面，官方开设的中文 YouTube 直播上面聚集了超过10万人线上观看，新闻媒体更大篇幅的报道豹哥夺冠的消息。很多的旧玩家呢也表示要回过来玩，让台湾的跑跑圈似乎又恢复了生机。那虽然许多人以为跑跑可以趁着这个好消息迎来第2春，但在整体玩家数量长期下滑的状况下，1个月之后呢，台湾官方还是宣布要结束营运。对此，豹哥也在直播当中表示，虽然感到非常难过不舍，但也很期待 Nexon 呢即将推出的跑跑2代。其实许多玩家也推测Nexon 跟游戏橘子之所以不续约，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要推出跑跑2代，而且打算原厂直接经营。换句话说呢，跟1代告别时，可能就会是2代的开始，也不一定。我们团队里面有玩过跑跑的人都已经很久没有在玩了，但是大家看到跑跑要关掉台服的新闻时，都还是蛮舍不得的。虽然说就算台服关了，我们也还是有跑跑的手游以及韩国、中国的伺服器可以玩。这次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网友都对彼此喊话说我们韩服见，而且未来台湾应该也会有2代能玩。但是那个不舍的感觉还是在因为就算去玩其他的伺服器，就算玩法地图、车种几乎都一样，那也终究跟承载了我们以前玩过的那个跑跑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想，真正让我们觉得舍不得的，或许不只是游戏本身，更是在1代台服里面那些无可取代的回忆，是那些放学后跟朋友相约一起练图，在车队里面第一次认识网友，每周末跟家人抢电视看转播的日子。但话又说回来说句老套的话，本来什么东西都是有期限的，尤其电玩游戏的寿命更是这样子。还有统计指出，现在台湾线上游戏的寿命平均只有1到3年，超过4年的真的不多。所以我们觉得跑跑卡丁车能够一路走到现在，整整16年的时间，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好的，那最后呢，就想来问大家你有玩过跑跑卡丁车吗？有到现在呢还有在玩，台服要没了，真的不能够接受。比以前有玩各种经典角色跟车种都是我的童年回忆啊。C 没有玩过但多少听过，觉得它真的是很长寿的游戏了。对其他请留言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跑跑卡丁车在台湾的发展历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游戏产业的讨论以及网咖的没落。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